毛主席纪念堂为何是解放军守卫，而不是武警官兵？这其中究竟有何讲究？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毛主席纪念堂。武警部队是我国担负执勤守卫以及反恐处突等任务的现役部队，其守卫的目标对象中就包括许多重要的国家机构和设施。而毛主席纪念堂虽然只是一个纪念馆性质的单位，但由于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和在中国革命当中的重要地位，派驻武警重点守卫也理所应当。但事实是，毛主席纪念堂却从一开始就一直解放军专门守卫的。可纪念堂本身并不是军事设施，毛主席纪念堂为何一开始就要解放军守卫？因为其正式建成于1977年，而当时武警部队还没有正式成立，武警部队直到1983年才在北京成立相应的总部机关。虽然在此之前，武警部队的前身公安部队已经有改称为武装警察部队的经历，同时也相应的负责全国内卫、边防等职责，但是在1966年之后的武警部队曾一度完全整编到人民解放军的序列当中，所以在考虑哪支部队守卫毛主席纪念堂的过程中，根本不存在武警守卫的选项。不过当时有考虑过交给地方守卫的想法。毛主席纪念堂为何最终没有交给地方守卫？如果当时交给北京市地方有关部门守卫，那么派出的可能就是一般的警察，甚至专门设立的安保队伍，这会对毛主席纪念堂原本应该有的庄重氛围产生破坏。更重要的是，根据其主管理部门来看，也应该是解放军守卫。毛主席纪念堂是归哪个部门管理？为何必然是解放军守卫？如今为何不能更换成武警守卫？具体负责毛主席纪念堂守卫工作的是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北京卫戍区是解放军建制中的省一级军区，但是在北京具有负责首都安全警卫工作以及确保重要场所和设施安全的使命。当时毛主席刚刚去世不久，国际国内局势又非常不稳定，如果有敌对势力趁机对毛主席纪念堂以及毛主席遗体搞破坏，将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破坏国家稳定团结。因此派出解放军守卫是最稳妥的选择。为何一定是派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守卫毛主席纪念堂？因为毛主席纪念堂作为能够瞻仰领袖遗容、表达崇高敬意的重要场所，一直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负责日常管理，而中办及其下属相关部门安全守卫工作在原则上都是北京卫戍区负责的，因而让相应的部队守卫这里也更方便展开工作。毛主席纪念堂为何如今不改为武警守卫？纪念堂位于天安门广场正南方向，隔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遥望天安门城楼，而整个天安门广场有多处重要地点都是武警守卫的，比如天安门城楼、金水桥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但是由于毛主席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与解放军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那么由解放军守卫纪念堂也是在守卫毛主席的革命遗产，体现了对革命历史和毛主席精神的传承，并且解放军的身份更能体现国家形象和礼仪威严。